上回说到，路飞一伙遇到了东海霸主，号称东海最强的海贼克利克。克利克的海贼团大概是在伟大航路上遇到了什么灾难，战舰严重破损，船员们饿死病死一大片。克利克到巴拉蒂餐厅讨要食物，吃饱喝足后，居然出手袭击了厨师山治。巴拉蒂的老板哲夫并不想和克利克产生什么冲突，他拿出100人份的食物，让克利克赶快离开。厨师们很不理解老板这样的做法。克利克自打走进餐厅的一刻就带着浓浓的杀气，如果他的船员们吃饱喝足，有了体力，一定会袭击抢劫餐厅的。哲夫却毫不在意，他说袭击我们也要看他们有没有这个斗志，对吧？伟大航路的失败者。克利克见到哲夫的一刻，脸上神情大变，一改嚣张态度，好像见了什么了不得的人物。他瞪圆了眼睛，惊愕地说：“你是红脚哲夫吗？原来你还活着呀！”红脚哲夫与克利克一样，是曾经去过伟大航路的海贼，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个以厨师身份做船长并组建海贼团的人，拥有高超的踢技，战斗中完全不用双手。据说他强劲的脚力就连岩石都能击碎，甚至能在钢铁上留下脚印。因为经常用脚踢人，脚上染满了鲜血，所以江湖人称红脚。不过很明显，现在哲夫是个瘸子，听闻他遇上了海难，失去了一条腿。克利克嘿嘿一笑，既然哲夫失去了一条腿，战斗力一定远不如从前，真打起来自己未必会输。想到这里，克利克就不慌了，他蛮横地向哲夫索要航海日志，自己曾经率领5000人、50艘战舰进入伟大航路，无论是兵力还是野心，自己都不虚。就是因为缺失情报，自己才遭到不幸。如果能拿到哲夫的航海日志，自己一定可以卷土重来。离谱的是，克利克的舰队进入伟大航路才仅仅7天，就遭遇了全军覆没的打击。不是海难，不是自然灾害，团灭克利克海贼团的只是一个男人，那个人就是索隆出海的目标，是索隆一直在找的男人，世界第一剑豪鹰眼米霍克。鹰眼用自己的黑刀像削水果一样，把克利克的舰队砍得溃不成军。如果不是因为遇上了暴风雨，克利克等人也绝对逃不回来。现在他们可能已经在伟大航路的海底喂鱼了。对于阿金和克利克这个段位的人来说，鹰眼简直就是死神，是绝对不可能在现实中存在的人物。乌索普哭着求路飞不要去那种地方。路飞一听伟大航路这么刺激，激动的双眼泛光。而索隆他的目标就是鹰眼，目前可以肯定，只要进入伟大航路就可以见到那个男人，所以索隆是必去不可了。克利克的船员们将食物一扫而光，大家终于恢复了精神和体力。克利克招呼小弟们操起家伙，准备将巴拉蒂的船和哲夫的航海日志抢过来，继续征服伟大航路。而这时，一艘孤零零的小船正在不远处的海面上飘荡，小船上点着蜡烛，立着一个十字架一样的东西，远远看去好像一口棺材。船上唯一的船员正是鹰眼米霍克。只听唰唰2声，克利克的主舰被鹰眼2刀砍碎。沉船掀起的大浪使得整个巴拉蒂餐厅在海面剧烈摇摆，若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有人拿刀居然能把战舰斩断。这时索隆想起来自己的2个好基友还在外面，索隆3人冲出餐厅，看见强尼和约瑟夫正在水面上挣扎，而娜美和黄金梅利号早已不知去向。强尼和约瑟夫哭着喊道，那个女人已经带着所有的财宝走了。因为强尼和约瑟夫都是赏金猎人，他们的身上总是带着一些目标海贼的悬赏名单。就在几分钟之前，娜美捧着一摞悬赏名单发呆，那是一个名叫阿龙的海贼，悬赏金2000万贝利，一看面相就知道不是个好人，至少不是强尼和约瑟夫这种段位的角色能惹得起的人。娜美将强尼和约瑟夫推下船，调皮地笑了笑，这艘船我就收下了，我从来没有承认自己是他们的伙伴，只是合作关系而已，替我和他们告个别。说完，娜美便启动梅利号扬长而去。还好强尼和约瑟夫乘坐的小船还在，路飞让索隆和乌索普乘坐小船去追娜美。索隆表示那种女人留是留不住的，由她去就好了。路飞固执地说，我一定要让她做我的航海士。索隆和乌索普正准备登船出发，突然看到了缓缓靠近餐厅的鹰眼。索隆一惊，额头上渗出了汗水，接着索隆露出了兴奋的笑容，没想到这么快就能遇见他，实乃天助我也。索隆拨开人群，系上头巾，利刃出鞘。他笑着说，我是为了见你而出海的。鹰眼斜视索隆一眼，问道，为什么？索隆说，鹰眼表示真是愚蠢。索隆将刀锋指向鹰眼，你很闲呀，我们来较量一下。鹰眼一个瞬移跳到索隆所站的木板上，可悲的弱者呀，如果你真的是一流剑士，没动手之前应该就能看到你我之间的差距。
敢对我刀剑相向，该说你勇敢呢，还是无知呢？索隆将另外2把刀抽出来说道：“因为我的野心，这是为了和挚友之间的约定。”赏金猎人索隆在东海的名气非常大，3把刀一亮出来，无论是克里克的船员还是那些厨师们，无不为之惊愕。从来只听说索隆在砍人，没听谁说这个男人失败过。在强尼和约瑟夫这个段位的人来看，索隆已经是剑士中的天花板人物了，没有人能够打败他。鹰眼表示无奈，扯下自己的项链，抽出一把匕首。很抱歉，我没有比这再小的刀子了。索隆怒了，杀气腾腾地冲向鹰眼：“你这家伙太瞧不起人了，别到死了后悔。”鹰眼平静地说：“井底之蛙，来见识见识世界有多大吧。”索隆直接开启大招3刀流鬼斩。目前索隆所见到的人，没有人能躲得过这一招。但是鹰眼仅仅是伸了一下匕首，索隆的3刀流就被挡下了。索隆老铁惊呆了，虽然知道自己和鹰眼有差距，但是这差距也太夸张了吧！索隆不服气，疯狂挥刀。鹰眼连一个大动作都没有，拿着小匕首进退自如，最后一个侧步避开索隆，接着用手刀砍在索隆后颈，将索隆打倒。索隆傻了，自己为了变强，从小到大吃了多少苦，没日没夜的训练，握刀握到手麻，挥刀挥到无力，就是为了变得更强。经历了这么多艰苦训练，结果自己的剑术居然在这个男人面前没有半点效果。索隆架起双刀，使出虎兽，一眼一步踏过去，用匕首戳透索隆的胸膛。你想被戳穿心脏吗？为什么不退？索隆说：“我也不知道，但是到今天为止，所有的誓言约定都要消失了。”鹰眼表示这就是败北。索隆回应：“那我更不能退了，死也不能退。”鹰眼被索隆的勇猛打动，他收了匕首，问道：“小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索隆将刀横在胸前，豪迈地说道：“鹰眼拔出身后的黑刀叶，敬佩地说道：“我记住了，久违的强者啊！为了表示对剑士的礼仪，我就用这把世界最强黑刀送你去葬身大海。”索隆连眉头都不皱一下，他说：“那可真是感激不尽。”在索隆转动佩刀的同时，鹰眼双腿突然发力，不到1秒钟就冲到索隆面前，手中黑刀一挥，索隆的2把佩刀被击得粉碎。索隆输得心服口服，他将河道一文字收入刀鞘，转过身来，挺直了胸膛面对鹰眼。没想到我会输，这就是世界最强的力量吗？鹰眼为年轻气盛的索隆上了一堂人生宝贵的课程。这个课程的主题就是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永远不要认为自己是不会失败的，因为世界之大，超乎你的想象。索隆看到自己与世界最强之间的实力差得如此悬殊，他失去了努力的动力，唯有一死能让此时的自己得到解脱。鹰眼赞叹道：“小子，了不起！”鹰眼挥下大刀，应索隆的要求，在他的胸口上砍下深深的伤痕，鲜血喷涌而出。索隆向后一仰，栽倒在了水里。路飞愤怒地咆哮一声，接着冲向鹰眼。鹰眼一侧身，躲开了路飞的攻击。“你是那个剑士的伙伴吗？感谢你一直在旁边观看到最后。放心吧，年轻人，那个男人还活着。”强尼和约瑟夫跳入水中，将索隆捞回船上。鹰眼在一边静静地看着索隆。待索隆恢复意识后，鹰眼沉喝一声：“你想死还太早了！我乃乔拉克尔·米霍克，看清自己，认清世界，去变强吧！不管度过多少年月，我都会在这个最强的位置上等你。超越这把剑，超越我吧，罗罗诺亚，索隆！”红脚哲夫惊叹道：“这个小子居然能让鹰眼米霍克说出这番话。”鹰眼看了路飞一眼：“你的目标是什么？”路飞说：“海贼王。”鹰眼微微一笑：“那可是比超越我还要艰难的道路。”这时索隆醒了过来，他举起刀，捂着脸，一边痛哭一边大喊：“路飞，我不会再输了！在战胜他，成为大剑豪之前，我绝对不会输了。”路飞笑着说：“没有问题。”鹰眼默默转过身，准备离开。克里克跳出来，刷了一波存在感。刚刚鹰眼和索隆对砍，这小子全白看了，固执地认为自己能和鹰眼 battle 一下。可是鹰眼对他根本没有兴趣，只是路过顺便砍了他的船而已。他的脑袋对鹰眼来说一点不值钱。大佬很忙，大佬没时间打小怪。克里克亮出机枪大炮，对着鹰眼一通轰炸。鹰眼拔刀一挥，潇洒离去，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。路飞安排乌索普去追娜美，自己则留下来对付克里克。乌索普大喊：“娜美就交给我和索隆，你一定要让那个厨子加入。等我们凑齐了5个人，就去伟大航路。”